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时候？夜深人静，所有工作和杂事终于告一段落，你准备好好放松一下，却发现自己的思绪依然无法停歇，心中不时涌出一种压抑感，似乎有什么事没做完，或者有什么挑战还在前方等待。其实，这种无形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恐惧的产物。恐惧像一座看不见的牢笼，限制着我们的想象，阻碍着我们的行动。焦虑正是恐惧长期积累的产物，它悄悄潜入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，不动声色地掌控着我们的一举一动。但恐惧真的不可战胜吗？焦虑真的无法摆脱吗？其实并不是。人生中的许多恐惧都源于我们自身的内心障碍，而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，战胜恐惧的第一步就已经迈出。那么，如何才能从这些无形的牢笼中逃脱，迈向更加自由无畏的生活呢？让我们从生活中的7大常见恐惧入手，深入探讨每一种恐惧的根源，找到战胜它们的有效方法。一、恐惧做得不够好。完美主义是行动的杀手。我们常说，要做到最好才能开始。这句话乍听之下似乎没错，因为追求卓越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我们精益求精。然而，完美主义实际上是许多人迈出行动第一步的最大障碍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有多少机会因为准备不够充分而悄然溜走？多少次我们因为担心做得不够好而迟迟不敢动手。我的一个朋友曾有个开小店的梦想，他满腔热情，立志要在某个领域做得出色。然而，他总觉得自己准备的还不够完美，一直推迟行动。等到他终于下定决心开店时，市场早已被同类店铺占据，机遇不复存在。这是完美主义的典型表现，它让我们沉浸在准备阶段，却永远无法踏出第一步。为什么完美主义让我们裹足不前？完美主义背后的恐惧在于害怕失败，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，害怕被别人嘲笑或批评。我们常常希望所有事情都准备得无懈可击，才能确保不会犯错。但实际上，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完美时机，没有人能够做到100%的准备。如何战胜这种恐惧？战胜完美主义的关键在于行动。记住，行动本身才是最好的准备。与其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规划和设想中，不如先试着去做，哪怕结果并不完美。小步快走，逐渐优化。正如那句名言所说，不完美的行动胜过完美的计划。二、恐惧改变。安于现状是一种倒退。改变是一件让人不安的事情，尤其是当你已经习惯了某种生活方式的时候。我们都喜欢待在自己的舒适区，因为那是我们熟悉和掌控的世界。然而，生活从来不会一成不变，世界在不断变化，技术在日新月异，市场在风云变幻，连我们身边的人和事都在不断变化。如果你选择停滞不前，安于现状，那实际上是在退步。但为什么我们如此害怕改变呢？改变带来的不确定性让我们感到恐惧。我们不知道改变会带来什么，担心自己适应不了新的环境，害怕面对未知的挑战。人类的天性是趋利避害，因此宁愿在自己熟悉的、不太满意的环境中待着，也不愿冒险去尝试新的可能性。举个例子，有个朋友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已经待了5年，虽然他对这份工作并不满意，但每次有机会跳槽时，他都会犹豫不决，担心自己在新岗位上无法胜任。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他的职业发展停滞不前，错过了多次提升自我的机会。这就是典型的恐惧改变。如何战胜恐惧改变？首先，你需要明白，不确定性其实是人生的一部分，也是生活的最大确定性。与其抗拒变化，不如拥抱变化，视其为一次自我提升的机会。改变不是终点，而是一个过程，带来的是新的经验和成长。你不必一步到位，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，未来的路自然会更加明朗。3、恐惧自己不如别人优秀，
停止无意义的比较。现代社会中，比较成了一种习惯，我们时刻都在关注别人过得怎样，看见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的成功、财富和幸福，心中难免产生自卑感和压力。我们开始质疑自己，是否没有别人那么优秀，是否一生都无法达到别人的高度。然而，比较是一把双刃剑，它不仅没有带来动力，反而加剧了我们的焦虑感。你看到的只是别人展现的高光时刻，却看不到他们背后付出的艰辛与牺牲。正如那句老话所说，别拿自己的短处去比别人的长处。你要明白，人生不是赛跑，而是登山。每个人的起点不同，路径不同，登顶的方式也各有差异。我们追求的目标并不一样，衡量成功的标准也各不相同。只要你每天都在进步，都在变得比昨天更好，那就是你自己的成功。如何摆脱这种恐惧？停止无休止的比较，专注于自己的成长，设立切合实际的个人目标，而不是总想着超越他人。学会欣赏自己的独特性，不要让别人的成功成为你焦虑的来源。人生就像一场登山，不是比谁走得快，而是比谁能走得更远、更稳。4、恐惧失败。失败是通往成功的阶梯。失败是大多数人最害怕的东西之一，它让我们感到羞耻、挫败，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和价值。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失败是坏的观念，但事实却恰恰相反。失败是成功路上不可避免的一部分，甚至可以说，失败本身就是通向成功的阶梯。历史上很多成功人士都曾经历过失败。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·乔布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乔布斯曾在年轻时被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开除，这个打击几乎摧毁了他，但他没有因此放弃，反而从失败中汲取教训，东山再起，最终重返苹果，并将其打造成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。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因此不敢再尝试。每一次失败其实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，是你成功之路上的一块垫脚石。如果你永远不敢迈出那第一步，因为害怕失败而止步不前，那才是真正的失败。如何战胜对失败的恐惧？首先，重新定义失败的意义。失败并不是你能力的否定，而是成长的一部分。学会从失败中汲取经验，总结教训，提升自己。其次，设定合理的预期，不要对每一次尝试都抱有必须成功的心态，而是允许自己犯错，允许自己跌倒后重新站起来。人生没有一帆风顺，重要的是你在面对挑战时的心态与坚持。5、恐惧他人议论，为自己而活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评价的社会中，特别是在东方文化中，社交压力尤为显著。许多人都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，别人背后会怎么议论。这种恐惧他人议论的心理，不仅让我们畏手畏脚，甚至阻碍了我们为自己做决定。现实是，无论你做什么，都会有人对你有不同看法。即便你按照他人的期待去生活，也无法避免背后议论。与其一味迎合他人的意见，不如学会为自己而活。人生是你自己的舞台，观众的意见固然重要，但你是主角，剧情的走向应由你自己决定。一位心理学家曾做过一项研究，结果显示，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样频繁地关注别人，人们更多关心的还是自己。因此，你所担心的那些他人议论，往往并没有你想象中那样严重。如何摆脱对他人议论的恐惧？首先，要意识到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和判断标准，他人的意见更多是基于他们的视角，并不一定反映你的真实价值。因此，你无需为了迎合别人的评价而改变自己。其次，学会选择性忽略。你无法控制他人的看法，但你可以选择不让这些声音影响你。最后，要问问自己，你的人生究竟是为谁而活？
当你能够回答为我自己时，恐惧他人议论的心理将大大减轻。有一位朋友曾因别人对他职业选择的质疑而陷入长期焦虑。作为一名艺术家，他的家人和朋友总觉得他应该找一份更稳妥的工作，但他热爱自己的创作，不愿意放弃梦想。经过多次内心挣扎，他最终决定忠于自己的选择，放下了外界的评价，潜心创作。几年后，他的作品得到了广泛的认可，甚至得到了曾经批评他的人们的赞赏。结论是，你无法取悦所有人，试图这样做只会让你失去自我。生活的主导权永远在你手中，而不是别人手中。学会为自己负责，学会对自己的选择坚定，这才是活得通透的智慧。6、恐惧重新开始，每一步都算数。我们常常会陷入这样的思维陷阱，在一份工作或生活方式中停留得太久，即便自己已经意识到不喜欢或不适合，却迟迟不敢做出改变。究其原因，我们害怕重新开始，我们担心之前的努力会付之东流，害怕新的起点无法成功，于是宁愿继续在原地停留。然而，重新开始并不意味着从零开始，人生的每一步都算数。即便你选择了新的方向，那些过去积累的经验、技能和知识依然会陪伴你，为你新的人生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。为什么我们害怕重新开始？重新开始意味着走入未知，而人类本能上对未知是恐惧的。我们喜欢熟悉的事物，哪怕它并不令我们满意。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让我们感到不安，担心自己无法适应新环境，担心重新开始后的风险。我们往往会在脑海中不断放大这些负面情景，最终让自己裹足不前。但实际上，重新开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。即便换了一个方向，之前积累的能力依然能派上用场。举个例子，我有一位朋友在35岁时决定辞去工作，追求他一直热爱的设计事业。尽管一开始他也非常害怕，担心自己年纪太大，无法在新领域中有所建树，但后来他发现自己在原来的职业生涯中积累的项目管理和沟通技能，实际上在设计行业也非常有用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他已经成为一名备受认可的设计师。如何战胜对重新开始的恐惧？首先，你需要改变对重新开始的看法。重新开始并不是否定过去，而是将过去的经验用于新环境中的一种转化。其次，分解大目标为小目标。重新开始不意味着你必须一次性改变一切，你可以逐步调整，先从小的改变开始，逐渐适应新的方向。最后，保持长远的眼光。一个暂时的转折可能会带来未来更多的机遇和成长，只要你愿意迈出第一步。7、恐惧让别人不开心，学会说不。在东方文化中，特别是中国，取悦他人往往是许多人焦虑的根源之一。我们总是害怕自己的行为会让别人不开心，担心别人对我们失望或产生不满，于是我们不断地牺牲自己的时间、精力和情感去满足他人的期望，结果往往是自己累得筋疲力尽。然而，现实是，你无法让所有人满意。无论你如何努力，总会有人对你有所不满。过度迎合他人的结果，不仅让你失去自我，也让你难以获得真正的内心平静。为什么我们会害怕让别人不开心？这背后其实源于一种深层次的社会焦虑，担心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受到威胁，或者害怕被人拒绝或孤立。但事实上，健康的人际关系并不应建立在一方无条件满足另一方的基础上。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的需求和感受负责，而这其中，学会说不是关键。学会说不，并不意味着冷漠或不关心他人，而是一种健康的界限感。它帮助你明确什么是你可以接受的，什么是你不愿意妥协的。当你能够对不合理的要求或期待说不时，你会发现自己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平衡，
内心的焦虑也会大大减少。如何战胜让别人不开心的恐惧？首先，练习尊重自己的感受和需求。你有权利决定如何分配你的时间和精力，不必为了取悦他人而牺牲自己。其次，设定清晰的界限，并明确表达。当你拒绝时，可以诚恳但坚定，表明你并非对人有意见，而是对某件事不感兴趣或无能力承担。最后，要意识到，你无法控制他人的感受，对方如何反应是他们的事情，而不是你的责任。有个朋友曾经在职场上遇到一个难题，他的上司总是无休止地要求加班，而他为了不让上司不开心，总是默默接受，结果自己的生活和健康被极大的影响。后来，他终于鼓起勇气和上司沟通，明确表示自己需要时间平衡工作与生活。令他意外的是，上司并没有因此生气，反而理解了他的需求，开始调整工作安排。记住，让别人不开心并不会毁掉你的人际关系，反而能帮助你建立更健康的互动模式。你不需要活在别人的期待之中，你有权利为自己设立界限，过上更平衡、更充实的生活。焦虑的深层根源，恐惧的心理机制。回到问题的本质，焦虑往往是多种恐惧积累的结果。这些恐惧背后隐藏着我们对不确定性的厌恶，对失败的恐慌，对自我价值的质疑，以及对社会期待的压力。在心理学中，这些恐惧常常与低自我效能感、完美主义和依赖性人格等问题相关。低自我效能感，当一个人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时，往往更容易对未来感到焦虑。比如，害怕做得不够好，害怕重新开始，都是源于对自己处理新挑战的能力没有信心。完美主义，追求完美的人常常对结果有极高的期待，然而这种期望往往是不现实的。他们容易因为无法达到心中的完美而产生巨大的焦虑感。依赖性人格，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，害怕他人不开心或背后议论的人，往往在自我认同上存在问题，缺乏独立思考和行动的勇气。这些心理机制不仅让我们陷入持续的焦虑中，还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决策能力。因此，理解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是解决焦虑的关键。克服恐惧，迈向无畏人生的实用方法。战胜恐惧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，它需要时间、耐心以及不断的自我反思。但幸运的是，有许多实用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逐步克服这些恐惧，从而减轻焦虑，过上更加自由自在的生活。正视恐惧，不要逃避恐惧，试着将你害怕的事情写下来，逐一分析最坏的结果。当你清晰地看到问题时，恐惧往往不再像之前那么可怕。小步前进，不必一口气克服所有的恐惧，选择一个最容易实现的小目标，先去尝试。小的成功会带来自信，帮助你一步步挑战更大的目标。培养自信，多做一些你擅长的事情，积累自信心。同时，学会欣赏自己的独特性，不要总是自我否定。学会独立思考，不要被他人的意见左右。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，别人的看法并不重要。培养自己独立判断的能力，学会做出属于自己的决定。接纳不完美，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或事，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也要学会接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。生活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未知和变化。保持好奇心，对新事物保持开放的态度。好奇心可以帮助你更轻松地适应变化，减少对新事物的恐惧感。培养感恩之心，每天花时间感恩生活中的美好事物。感恩会让你更加积极乐观，帮助你减少对未来的担忧。结语：勇敢迈出第一步，告别焦虑。生活是一段漫长而充满未知的旅程，而恐惧和焦虑是我们在这段旅程中不可避免的情感。它们并不可怕，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应对。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只无形的手，
这只手可能是由各种恐惧和不安全感构成的，然而你要明白，这只手的主人是你自己。只要你愿意迈出第一步，正视内心的恐惧，你就已经战胜了大半的焦虑。记住，生活就像骑自行车，要想保持平衡，就必须向前走。不要让那些恐惧成为你前进的绊脚石。勇敢一点，大胆一点，去追求你真正想要的生活。每个人都可以过上无畏的人生，而这一切都始于你愿意迈出第一步。祝你在未来的道路上，敢于面对恐惧，勇敢前行，迎接属于你的光明与自由。感谢大家静心观看这段视频，希望你能从中获得平静和启发。请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了。请分享这个视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更多人一起加入我们的修心之旅。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，愿你每一天都充满宁静与喜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